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抢了杨迪的饭碗，无意间的搞笑逗得大家笑个不停，杨迪都服了。最新一期你好，星期六请来了6位嘉宾，他们分别是林峰、吴卓羲、杨迪、程毅、荣梓杉和蔡文静。6位嘉宾再加上王鹤棣、谭健次，他们8个人根据各自出演的作品，自然地分成了4组，分别是林峰和吴卓羲的披荆斩棘组，谭健次和荣梓杉的你安全吗组，程毅和蔡文静的底线组，以及王鹤棣和杨迪的猴鼠一家。节目第1轮游戏，粤语版的心有灵犀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每组2人，一个用粤语来形容一句话，另一个人要根据队友的提示来猜出这句话的内容，也就是改版的你比划，我来猜。这一轮游戏对于林峰和吴卓羲来说简直就太简单了，他们用普通话来形容，虽然说的有点别扭，但意思表达还是很完整的，所以他们也是最先完成任务的。最慢的就是程毅和蔡文静这组了，不得不说程毅的脑洞是真的大，无论蔡文静怎么形容，他都猜不到相亲这个词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猜出了一个蜜蜂嘟嘟嘴，这也成了粉丝们最喜欢的一个包袱。第1轮游戏就在程毅的搞笑中结束了，到了第2轮，程毅更是将自己的搞笑能力完全发挥了出来，以至于杨迪都服了。这一轮游戏，节目组拿了一个斗牛的道具上来，每组先派出1个人骑上这个斗牛道具，他们在玩具上坚持的时长就是他们组另一位成员完成任务的时长。这一轮节目组准备的小游戏都有一定的难度，杨迪本来还想通过游戏来做点节目效果，搞笑一下，可没想到还没等到杨迪上场，程毅已经把节目效果拉满了。程毅拔剑的速度挺快，可是却插不进去了，看到他为难的样子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后来花式过棍子，程毅更是猛了，感觉他已经有点分不清手脚了。看样子这位小哥哥的4肢协调能力还是挺差的。而这之中最搞笑的还是程毅的棍子表演。刚拿到棍子时，程毅说自己要表演一下。当时听到程毅这么说，还以为他有点什么绝招，或者是以前练过耍棍子之类的，对他的表演还抱有很高的期望。可看到程毅拿着棍子像小孩一样转了2下就结束后，就彻底被他逗笑了。这位小哥哥是不是也太单纯了一点？他怎么能这么一本正经的搞笑呢？节目播出当天，程毅还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中上传了节目截图，并配文称一不小心解锁了一些效果，今晚一起来你好星期放声大笑。看样子程毅对自己在你好星期六的表现还挺满意，不过程毅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出色表现竟然让杨迪犯了难。因为杨迪想做的节目效果都被程毅做了，一个谐星，接下来上台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那得多尴尬。别看程毅不擅长做游戏，但是耍赖方面，程毅还是有一套的。在第3轮游戏中，大家都端着一个水盆，坐在一个椅子上，每一组按照顺序回答问题，答错了，椅子就会倒下去，他们手中的水盆就会翻过来，水自然就会淋到他们身上。程毅每次倒下，他都会把胳膊伸直，这样整个人倒下去的时候，水盆里的水就会淋到头顶的地上，而不会淋湿自己。看到一旁的蔡文静像刚洗完头一样的造型，程毅还劝蔡文静不要那么实诚，可以把水往上倒一点。看着程毅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只想说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综艺效果啊。因为程毅不经意的表现，这期你好星期六又上了热搜，收视率也高居同时段第1。不得不说，程毅现在的人气也真是高啊。更觉得在后面，程毅可能觉得
既然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都为了搭讪杨迪老师去扔塑料袋了，那作为一家人，他是不是也得贡献一份力量？他接着说：“我把这个塑料袋扔了。”哼，话还没说完，连情商高如何老师都听不下去了，赶紧打断他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你们都是一家人，谁扔都一样啊！”这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无奈，又带着点看透一切的洞察力。毕竟从社会行为模式来看，这确实是重复行为，并没有新增信息量，不是吗？可程毅的回答更让人喷饭，他理直气壮地来了句：“一家人不就是应该整整齐齐的吗？”你说这理儿找的，让人根本没法反驳。这简直是把行为一致性和家庭结构理论用在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真是让人双 Q 了。他这个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逻辑，听着好像有点歪，但仔细一品，又觉得特别有他自己的风格。那种认真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执行游戏规则的劲儿，真是又让人心疼又让人好笑。这不就是他在很多采访里表现出来的那种有点慢半拍，有点小迷糊，但又特别真诚的样子吗？这跟他在荧幕上塑造的那些高冷复杂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种反差萌，你说是不是他强大的吸粉利器之一？这种自然的流露，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人设都要来得真实，来得打动人心。这事儿一出来，直接在果们里炸开了锅，大家纷纷表示笑不活了，对程毅的这个塑料袋搭讪法津津乐道。你看，粉丝们的反应那叫一个生动形象，简直是把这个简单的综艺片段玩出了花儿。他们说，笑死了，程毅一家人为了搭讪杨迪，都专门跑出去扔了个塑料袋，然后开始无理取闹的幻想，那我们去垃圾站守着，可以偶遇程毅一家吗？这思维发散能力也是没谁了，硬生生把一个综艺梗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。虽然是带着开玩笑的成分，但这不就是粉丝经济和社群效应最直接的体现吗？他们愿意为了偶像的一个小小的点，去创造无数的互动和话题，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交货币。这种羡慕杨迪的心情更是溢于言表。果们实名羡慕杨迪，程毅一家子人都跑去搭讪杨迪，这个杨迪能不能换我们当当呢？这话里充满了柠檬精的味道，但也饱含了对偶像的深厚情感。他们不是真的想去扔塑料袋搭讪杨迪，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梗表达对程毅的喜爱，表达那种如果能接近偶像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心情。你看，连帮偶像扔个塑料袋这种小事，在粉丝眼里都成了千载难逢的机会。